我们现在走在街上啊，发现这个女孩啊穿着职业套装的越来越多，一身挺精神的职业套装，梳个短发，高跟鞋，走道咔咔咔，风风火火的。有人说现代女性就该这样，这就叫职场白领。哎，很多女孩挺羡慕这样的，说你看人家事业有成。有人说这个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，是不是呢？不完全对，因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啊，类似这样的职场女性她也有。有人说不会有吧？那会儿女的不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？就在家待着吗？不是那样，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呢，有一些女孩她是想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。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做丫鬟的就永无出头之日。投机取巧，借机上位，真的是通往高峰的捷径。直率天真，脾气火爆，为何能在主人面前吃香？职场之上暗流涌动，如何才能走向人生巅峰？你看这个《红楼梦》里头呢，这丫鬟呢，她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处世哲学。《红楼梦》这个戏你看起来说这本书一翻开，谁呀？宝玉、黛玉、宝钗啊，就说这几个主人公，其实他上千个人物里当中有几百个丫鬟仆人。你要如果讲《红楼梦》里，就说这个人物特色最为鲜明的群体是什么？恰恰是丫鬟，什么鸳鸯什么袭人晴雯就说丫鬟在《红楼梦》里占据非常重要的篇章。那么这些丫鬟都是从底层起来的，说白了都是奴才，可是你后来发现他们的结局大不一样。这个除了我们说封建社会的一个大趋势命运以外呢，很重要一点呢，个人他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，这里边作用很大。我们说的就这一部分，这个对现代年轻人在职场上打拼是有用的。你比方说这丫鬟里边第一类的是什么呢？就说我也不耍心眼儿，我跟着哪个领导我就死心塌地的效忠他，不改变自己的初衷。这里边典型是谁呢？一个鸳鸯，一个袭人。这个鸳鸯我们都知道是跟着谁呢？贾母。鸳鸯，哎呀，鸳鸯，哎呀，鸳鸯到这回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啊！哎，何府谁不知道，老太太离了鸳鸯，连饭都吃不下，还怎么到你们府里去吃宴席？他哥哥嫂子又都在老太太这边当差，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？赶快把他们传来，把鸳鸯姑娘接回来。是。这贾母不轻易信任，他唯一信任的一个人是谁呢？贴身丫鬟鸳鸯。这鸳鸯呢有什么特点呢？他就是一个心眼的，我伺候好老太太，他对老太太忠心耿耿，绝不藏私。老总自己都记不清自己的钱金银首饰，丫鬟记得清清楚楚，鸳鸯在哪儿他都清楚，他能给老总当好管家，说这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仆人。说这鸳鸯忠心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不少丫鬟琢磨说哪天哪个老爷把我收了房了，咱不敢奢望当这大夫人就做个妻妾或者是姨太太姨娘，这就不错又不错的了。哎，赶上呢这个荣国府宁国府大老爷贾赦，这贾宝玉的这个叔叔辈大爷辈的看上鸳鸯了。当然这大老爷好色，谁长得漂亮喜欢谁，就要把鸳鸯收房。他的夫人呢邢夫人，这邢夫人是天房，就假设郑夫人死了之后又娶了邢夫人。这邢夫人呢膝下无儿，还想这个溜须自个儿老公，主动的跑到这个贾母身边，老太太您这大儿子想娶这个鸳鸯，我来给说个。贾母不太愿意，为什么？鸳鸯伺候自个儿这么长时间了，使得很顺手，不想轻易让他走。但是呢，一般来说这儿子求母亲说我要再续一房，这老太太有时候也不说一个劲儿的就把这话封死了，还得看鸳鸯。这时候鸳鸯死活不干，他也知道这大老爷看上他了，一个劲儿抗婚，他不想去，挑个时机跪到贾母身前就哭了：老太太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我不想跟别人，你别说大老爷就当今皇上找我也不去。哪天伺候你呢，您要一旦归了西了，我立马自杀，不跟你走。要说不是真心，暂且拿话来支吾，日后再图别的。天地鬼神，日头夜亮照着嗓子，从嗓子里头长钉烂了出来，化成浆
贾母一听眼泪都下来，这孩子对我忠心耿耿，我怎么舍得把你轻易放走？你既然你坚决果断的不跟他去，那我也不让你走。就这么贾母就把他留下了。后来是贾母过世之后呢，鸳鸯自杀了，就真是说到做到。就是这是一类，我们说在职场打拼的人也是这样，有的人就是呢，我要跟这领导干，我对他忠心耿耿。当然呢，这里头有风险，如果这领导得好了，你跟着就好了；他要倒霉了，你可能跟着也倒霉了。同样这种事儿呢，你像这个贾宝玉的贴身丫头袭人也是这么个人。一开始这袭人伺候宝玉他妈王夫人，这个王夫人呢很担心一件事，说自己这宝贝疙瘩贾宝玉啊，整天掉在脂粉堆里头，这老贾将来就够呛。今是芒种节，姐妹们在园子里祭花送神呢，我去了啊。所以王夫人最担心呢，说这里头有些丫鬟有心眼儿，想勾搭宝玉上位，就困成这样。哎，咱们出去玩玩，去不去？嘘，我明天和太太讨你到怡红院去，咱们天天在一起。吓死我的小娼妇！好好的爷们儿都让你教坏了。那今天这小狐狸精那小狐狸精把贾宝玉迷得五迷三道，不考取功名，这可坏了。所以王夫人想了个什么办法呢？她想的很有道理，我先给你阻断了，我派个人看着你。派谁呢？袭人。袭人是她的贴身丫头，她知道袭人呢性格很温顺，什么事都听主子的，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。所以她把袭人搁宝玉身边是干嘛？看着宝玉，一旦宝玉有什么动作，赶紧报告给王夫人。当然他也是说，你别的女人不能接受，袭人就算你宝玉的女人了。难为你成全我们娘俩的名声体面，保全了她，就是保全了我，日后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所以《红楼梦》第6回嘛，刘姥姥一进大观园，贾宝玉出示云雨情。就贾宝玉这个作为一个男人来讲，第一次两性关系行为就是和袭人发生的。王夫人放心，哎，我就让你伺候他了。但是呢，袭人可不是100%听宝玉的，他最大的主子是王夫人，他伺候宝玉尽心尽力，但是宝玉有什么动静，他都打小报告告诉王夫人，包括和黛玉的私情。哎，好妹妹，你听我说呀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的话我早就知道了。哎，扇子，好妹妹，我这多年的心事一直不敢说，今儿个我大胆说出来，死也甘心。这是从哪儿说起呀？你是中邪了，还不快去会见客人？袭人赶紧给王夫人告密去。所以宝玉到后来呢，发现袭人这个告密行为，他就挺讨厌。后来把袭人踢出贾府了嘛，嫁给一个这个幽灵叫蒋玉菡。所以《红楼梦》判词说袭人嘛，枉自温柔和顺，空云似桂如兰，堪羡幽灵有府，谁知公子无缘。这袭人最后这个结局比其他丫鬟来说就算不错的。她也是像我前面说这鸳鸯一样，我绝对听主子的，他说什么是什么，我也没有我自个儿主见，反正这主子要对了要好了我就得好，主子要完蛋我也跟着完蛋。所以这属于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，靠天吃饭的这类人。在我们现在职场里头呢，这样干事的这个职员不少，你说什么我是什么，我不用操那心说往东走往西走啊，我用指南针还扔鞋，不用操那心，省却了决策的这个负担。这种跟着领导走的人，他有他的好处，当然这时候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你的领导你的上司啥样，你可能就什么样。那么第二类呢，不是这样，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。要在《红楼梦》这丫鬟里头呢，有几个典型，小红就是典型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红。既是我屋里的人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二爷不认得的人也多了，岂止我一个？平时用不着我端茶倒水的，二爷怎么会认识呢？快点，秋文，二爷来了。我来。你在屋里干什么来着？这个小红呢，照理说呢，他家里头不是说是什么都不是，他父母呢是王熙凤手下的得力助手，可是他父母呢人比较死性，不会来事，也没有给这小红呢推荐个什么好的位置什么的。但是这个小红不甘心自己当一辈子丫头，他琢磨，我呀最好是咸鱼翻身，哪个主子能看上我把我娶了，我一下由奴才变成主子。他整天打着这个主意，
就跟现在有的女孩做梦都想嫁个金龟婿啊、钻石王老五啊、是什么个国民老公啊，想嫁这样人，她天天也琢磨。但是有的女孩是什么呢？空想，说你人虽然长得丑，但你想得美，有不少人这样。这个小红不是，人长得不错，挺秀丽，挺干净，而且她不是胡思乱想。你像这小红这位置说，哎呀，我哪天嫁给宝玉，这男神，没戏。王夫人那么看着护着，万众瞩目，她知道跟宝玉够不着，所以她不痴心妄想，往宝玉那靠。她转一圈学嘛呢，发现谁了呢？贾云。这个贾云呢，贾宝玉的侄子，岁数跟贾宝玉差不多，是那个贾府的堂亲。好姐姐，你给宝二爷带个信儿，就说廊上的二爷来了。什么廊上廊下的，就说云儿就是了。这贾云呢，穷点，他家可没有人贾政那个势力那么大，可穷点，人是正根啊，这一家都贵族啊，所以算个精神贵族。而且这个贾云长得挺漂亮，美男子，搁现在话说小鲜肉。这小红头一次看着贾云，一见钟情，就喜欢上了。这贾云后来呢，王熙凤给他谋个差事，这贾府里头管个花花草草，种个树啥的，你负责吧。说白了，就现在这个植树造林办公室主任，给了他这么个衔儿。这个小红就惦记上了，我怎么能跟他碰上呢？得有机会见面啊！你看咱现在说这个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丹，那过去女追男也挺有大方啊。为什么？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讲究坐不露膝，行不摇头，站不倚门，笑不露齿，有规矩的，也不是随便你想见哪个爷们儿就能见着的。所以他得下功夫琢磨。今儿个有人带花匠来种树，叫你们严谨些，衣服裙子别混来混晒的，那土山一溜都挂着帷帐呢，可别混跑混颠的。什么人来进宫？听说是后廊上的什么云哥。这句话点醒小红了。哦，他突然间想起来，前一阵他有个手绢啊丢了，有丫鬟告诉他说贾云给捡走了，贾云也不知道是你的。说哪天你有机会你向他要吧。小红就想这事儿了。有这么一天，他抓机会就站在去宝玉这屋里的必由之路上。那小丫头领着贾云过来了。这小红就故意跟这丫头说话：前世我那手绢丢了，谁捡去了？我听说是有人给捡走了。丫头扑哧乐，这是大爷捡走了，贾云捡走。谁呀？定睛一看，贾云就看着小红。哟，这丫头长得挺漂亮。这时候小红冲他看一眼，扑哧一乐，转身就走了，装不好意思。你不知道这女的叫回眸一笑百媚生啊，这要真一乐，有的男的神魂颠倒。刚才过去的可是叫小红？是，她是叫小红。你问她做什么呀？不做什么，随便问问。我听说她丢了一块手帕。对，她问过我好几遍了，说要是替她找着了，她还要谢我呢。我倒是捡到一块。好二爷，你去捡着了就给我吧，我看他拿什么谢我。好的，不过要是得了谢钱，可不能瞒着我呀。这一送回来，小红明白了，太有意思。就这么一来二去，俩人打得火热，最后小红嫁给了贾云，翻身成了主子。老梁故事会《红楼梦》丫鬟升职记。老梁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。当然我说这个心眼儿呢，咱现代社会不值得提倡。可是呢，你为了达到你的目标呢，抓住机遇，有所作为，不等着机会往你脸上撞，不等着馅饼从天上掉，咱得主动找机会，看着馅饼可能往哪掉，我起码得跑那蹲着等着去。这是属于主动的有所作为的方式。所以这小红是通过这个方式上位。类似的呢，就和她命运差不多呢，还有一个丫鬟也嫁给主子了，而且当了大老婆了。她不是小老婆，谁呢？平儿。这个平儿很多朋友很熟悉，在《红楼梦》里头，这个一提王熙凤贾琏就有她。平儿啊，前儿拿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了吗？都收进来了。少了什么没有啊？仔细点过，一件也没少。多了什么没有啊？我和奶奶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就怕有这些东西，仔细搜了搜，就一点破绽也没有。奶奶不信您看看。这回你可怎么谢我呢？我的心肝肉，我的宝贝儿，
她本来是王熙凤啊，从老王家金陵王家嫁过来时候的陪嫁丫头，一直是伺候王熙凤的。后来这王熙凤呢，把她呢说这么的吧，你给这个梁二爷添房吧，就进来之后呢，给她当妾了。这当妾呢，但是她地位不改变，丫头出身呢，所以贾琏和王熙凤两口子谁有点这个生气的事就在平儿身上撒气，连打带骂的。多早玩，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，把平儿扶正，怕是还好些。平儿也是一肚子气呢。你们淫妇王八一条腿多斜着我，外面的哄我，你们这就没人的事，拉着我干什么？你也动手打人？你怎么不打他了啊？你打他了啊？这平儿实心眼儿，逆来顺受，就是甭管你们两口怎么对我，我坚持我原来的做人方式。哎，我对人厚道，我谁也不害，老老实实的，本本分分过日子。那么到后来，凤姐死了，结果这贾府上有坏蛋呢，就想把凤姐的女儿巧姐带出去嫁给外藩王爷挣钱。这个时候平儿一看，这不行。虽然说主母王熙凤对我不是怎么好，非打即骂的，但是这么些年在人家待着，我得是尽本分的事儿，所以偷偷的把这巧姐带出去，找到刘姥姥，这巧姐算躲过一劫。后来这一难过去之后呢，贾琏一打听，这事儿是平儿干的，这平儿是个好人，得了，这人能踏实过日子，把他接回来当自己的大老婆扶正了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道理，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。哎，就是你这个只要你是实心眼的往前趟，运气在你这儿不会太差。就是真有些厄运在这，我能听得过去。就咱们经常在网上听那句话嘛，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。哎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这平儿身上就体现了职场这路人的思维。当然我刚才说这个平儿小红呢，都是属于心机挺深的啊。你看着这样，其实他有他的小九九。也有的人呢率性为之，就是由着性子来，任性。比如说这个任性的人在职场恐怕没好结果吧？不完全是。咱们举个《红楼梦》丫鬟里特任性的晴雯，宝玉和晴雯是很投脾气的。那三个字在哪儿啊？哎，这个人可是喝醉了。你走的时候吩咐我把它贴在门斗上，这会子又这么问，喏，你自己去看看，去看看嘛。你贴的？可不，我怕别人贴坏了，刚上梯子把它贴好。皇二爷，你看，这会子手还冻得冰凉呢。这个晴雯这丫鬟，你注意啊，一个袭人，一个晴雯，分别象征着宝钗和黛玉。袭人象征着宝钗，晴雯象征着黛玉。就讲投脾气，宝玉和晴雯是很投脾气的。这样晴雯伺候宝玉以后，她跟一般的奴才可不一样，她敢跟贾宝玉顶嘴。为什么呢？她自己很傲气。一个是在贾府的所有丫鬟里，晴雯长得最漂亮，花魁这是。第二个，晴雯手艺好，过去讲女红嘛，针线活，晴雯做的一手好针线活。那么晴雯的能耐不小，可是不怎么听话。有一回呢，伺候宝玉，把宝玉身边挂一个折扇呢给弄折了。哎呀，蠢材，蠢材！将来怎么办？以后自己当家做了主，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丢了那么把扇子算得了什么？先是那些玛瑙碗、珍珠缸，也不知摔坏了多少，也没见你生这么大气呀。就那么把扇子，就这样，何苦来？哎，晴雯当时就急了。要嫌我们，就把我们打发了，再去挑好的使，岂不更好吗？你不用忙，早晚有散的日子。贾宝玉也在火上，话赶话，贾宝玉就说了：“那你就走，不留你了。”这时候晴雯，你不要以为他真就实心眼，一看宝玉动真格的了，晴雯马上由这多云转阴，开始下雨，哭上来。我什么时候闹着要出去了？你生了气就拿这话压迫人，你只管回去，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个门。哎，哭得梨花一枝春带雨的，宝玉当时心就软了。为啥呢？他是主子，人家是仆人，
自己是强势群体，你是弱势群体，我是领导，你是下级，你把这下级整哭了。你想，你看人平常挺上心伺候我的，我还说这2句重话，我还是个老爷们儿。所以宝玉觉得有点后悔了，对不住晴雯了，赶紧哄他，别啊，你好好的啊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再说扇子就是个玩物，哎，你这弄蛇能怎么地？晴雯说，那既然是玩物，我有个毛病，什么毛病？我就愿撕扇子。贾宝玉把一堆扇子，你随便玩。晴雯呲儿撕扇子，《红楼梦》里有名一折，晴雯撕扇子。给我。你看这个事儿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有才的人可以恃才傲物，可以任性，但是不能没边没样。当任性到一定程度，创造强之后，你得学会怎么样软化，怎么样示弱，怎么样装可怜。咱们有的男同志说，那男的示弱多丢人呢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你在单位里处处碰壁的时候，你要跟领导面前得学会示弱啊！你看领导这事儿吧，我是没干好，但可是我有我情况，我爸爸这2天身体不好，我妈妈这伺候我爸爸都有病了，我媳妇儿这一天忙活孩子，我孩子倒霉没考上好学校，我这2天一脑门子官司，你说我做个男的也不容易，收入也不高。领导一想，可也是啊，不容易顶门立户的，哎，他可能就原谅你一些过错。所以不要以为男的就不能示弱，你示弱有时候啊，给自己留下非常广阔的天地。所以说，咱们学习《红楼梦》里丫鬟这些为人之道，其实是让我们在自己的职场当中更加和谐，能够让环境更有力的烘托你的工作业绩。所以这些东西不是权谋之术，而是为人处事当中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些精妙之道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豪门之妻，他们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？明媒正娶，门当户对，凭这些就能博得贾府一家的欢心？出身贫贱，地位尴尬，为何也能在豪门过得风生水起？封建社会3妻4妾，妻子如何保住自己的一席之地？豪门贵族明争暗斗，这些夫人靠的是什么生存法则？老梁故事会《红楼梦》，豪门岂难当？继续收看精彩节目。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。老梁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下期节目有一部童话啊，名字叫做《灰姑娘》，说的是个普普通通的姑娘啊，最后嫁给了梦想中的王子。那么这个童话呢，使很多现实当中的女孩啊，有了很多美好的想象。有的女孩说，是不是我这条件不错，长得漂亮，素质也高，我能加入豪门，但我得知道豪门的规矩啊，怎么在人贵族家里边当婆婆、当媳妇、当儿媳妇啊？有部现成的书你可以看，那就是4大才子书之首《红楼梦》。一部《红楼梦》啊，里边这种豪门里的媳妇的角色多了是了。你仔细看看这些人，有的出身很高贵，有的就是平民家过来的，有的是经过一番斗争上来的。那么这些人没有一个省油的灯，各有各的生存之道。你看《红楼梦》里比较典型的王夫人，人家娘家后台就硬，在贾府那是绝对的大总管，那什么事都得过他手。他的内侄女王熙凤，不光是说是娘家后台硬，本身还能干，那这都流产了，他们天天还管家呢，绝对贾府第一劳模。以至于再看贾赦的夫人邢夫人，以及贾珍的夫人尤氏夫人，这2位呢，虽然是正经的夫人，可是娘家没什么后台，本身又都是继室，也就是说续弦天房，所以呢，他也得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。你再有的就像一些文艺女青年，像李纨这样似的，死了老公了，孤儿寡母过日子，怎么样能在这种夹缝状态下求得生存的最大利益化？就这些人身上都有他自己为打出一片天地的一些办法来。这些办法也许就是在豪门贵族家庭里头作为婆婆、儿媳和媳妇儿这种生存之道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豪门之妻，他们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？明媒正娶，门当户对，凭这些就能博得贾府一家的欢心？出身贫贱，地位尴尬，为何也能在豪门过得风生水起？
封建社会三妻四妾，妻子如何保住自己的一席之地？豪门贵族明争暗斗，这些夫人靠的是什么生存法则？老梁故事会《红楼梦》，豪门岂难当？你看这王夫人，王夫人是个什么形象呢？如果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说中老年妇女里头非常没趣的、没有生活情趣的，王夫人就是那么个形象。给您请安，快起来。她的来头不小，因为《红楼梦》里头呢有4大家族：贾史王薛。这王夫人和她的侄女、亲侄女王熙凤就来自金陵王家，哎，那是相当有门第的。而且这王夫人是个什么人呢？不管跟任何人在一块儿，你得说我好，我不能让你挑我理。哎，我大家长，我就这么这个面慈心软啊，我天天吃斋念佛，我是个厚道人，你谁都得念叨我好。可是权力他一分不能。宝玉，怎么了？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阿姨啊！你养出这么个黑心不讲理的下流种子来，也不好好管一管。我几次三番不理论，你们得了意了，越发上来了。说这个人真是面慈心软吗？不是，你要搁4个字形容，他不是面慈心软，他是面慈心狠。比如说他这个无欲无求的大权在握，他心能狠到哪儿呢？你再具体举几个例子，你就能看出来他心狠。她老公是谁呢？那荣国府一把手贾政。这个贾政呢，除了大夫人这王夫人以外呢，还有2个这个姨娘，就小老婆，一个是安分守己的周姨娘，一个是跟泼妇一样的赵姨娘。小娼妇，一样也能踩着，打得起我吗？也不照一道，我让你个小娼妇！哎呦，小魔崽子，小娼妇，小蠢头子，打！这周姨娘不生事儿，处处都是躲着王夫人，王夫人也不动她。这赵姨娘是什么呢？是王夫人陪嫁过来的丫鬟，说白了，长相啊，什么品德修养，样样都不如自己。王夫人，我大家闺秀，彬彬有礼，我不能打滚放坡的，我干嘛呢？我让赵姨娘当枪使，你原来就是我丫鬟，你跟个泼妇似的，只要贾政跟你的女人一好，你就打滚放坡的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该死的，你如何的，怎么的，连打带骂的。完到人家那个女人家里去闹去，去作去，把这事弄大。然后事情弄大了，王夫人装好人站出来，哎呀，不要弄这么大，要脸吗？这行了，这事儿，这老公你也就别这样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赵姨娘，你这把这事弄这么大干嘛？一点修养都没有。他两头装好人，等到这些事出了多少遍以后，赵姨娘把该得罪的人也都得罪尽了，人缘也差到顶点了。这时候王夫人在收拾赵姨娘，显得她主持公道。所以说，这个女人手腕相当厉害的人，她不仅仅是对和她争风吃醋这些人，就对下人她也是面慈心狠。下作的小娼妇，好好的爷们儿都让你教坏了，您就饶了他吧，您就饶了他吧，这次了，您就滚，省得我看见你们恶心。哎呀，这是哪儿说起？好好的金钏姑娘跳井死了。那天他打了我一样东西，我一时生气，打了他几下，撵了出去。我心想过2天再接他回来，没想到他气性大就投井死了，这岂不是我的罪过？因为这个王夫人呢，总想让下边人说他好啊，就我这大善人，我对你们都好，所以经常拿点小恩小惠啊给下人。很多丫鬟呢都觉得王夫人好啊，大善人，唯独有一个人不买账，谁？晴雯。这个女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女孩，见识很高，也不大看得上这些趋炎附势啊、尔虞我诈这事儿。王夫人赏赐给撒点啥，她不大愿意接受。你都吃剩挑剩的，你给我们小恩小惠买我们，她也能看透王夫人这个面目，所以王夫人对晴雯非常不喜欢。后来抄检大观园的时候呢，晴雯被冤枉了。这是谁的箱子？怎么不打开让搜？王夫人也借这个机会清除异己，你们不听我的吗？就把这事栽赃到你身上。结果呢，晴雯表示抗议，这不是我，你冤枉我，不行。晴雯用什么方式？比较激烈，绝食，就几乎水米不进。绝食了多天以后呢，
王夫人更狠，打发几个人呢，把已经病的都不行了的晴雯给架出去，送回娘家，你回去，送回他本来那家，你出去，我们不要你了。结果晴雯当天就死了。这个中间有一段很凄美的事，叫宝玉探晴雯。贾宝玉不敢忤逆自己妈妈的意思，怕王夫人，偷偷摸摸出去。晴雯临死前，俩人见了一面。你看这个京韵大鼓里头有那么几句唱这个宝玉探晴雯，那词儿写的很凄美。冷雨凄风不可听，乍分离处最伤情。穿松怎奈重天病，妖寿何堪再见容。写的很凄美，就活生生的把晴雯就给气死了，连气带饿。王夫人说什么呢？可不是我害他啊，他自己窝囊在那得病了，传染病，我也不把他弄走，贾府上下没好都被他传染了，把大伙都传染完了，这他还摆个好，我为你们大伙。所以王夫人呢，这叫面慈心狠，那属于豆腐嘴刀子心。当然了，这和他本身根硬有关系，他有这资源，想怎么摆弄怎么摆弄，别人也不敢说啥。那么说没这个资源的，娘家后台不硬的，他也有他的生存之道。你看这里边刚才我说那么两位，一位是贾赦的夫人邢夫人，一个是这个贾珍的夫人尤氏。这两位呢，娘家没什么硬后台，而且俩人都是天房，就说续弦。关键呢，你像邢夫人呢，没有一儿半女，你过去这个母以子贵，没孩子，所以他这时候生存之道是什么呢？我什么优势都没有，我只能依仗我老公，那就想个办法，我惯着他。我老公想干啥我都帮他，我就围着你转。甚至我老公想讨小老婆，我给当介绍人，我当媒人。其实邢夫人这么做是呢，巩固自己位置，他没有办法。而且他也不是说就省油的灯，我在这就忍着，一旦有机会，来，他就想咸鱼翻身。回太太不过和那边府里大奶奶的小丫头斗了几句嘴，周瑞家的便调唆咱们二奶奶把他们捆到了马圈，等过了这几天还要打。他看这个王氏姑侄两个人老早就不顺眼，为啥呢？这个荣国府里头啊，贾母俩儿子，大老爷是贾赦，二老爷是贾政。按照排行呢，邢夫人是大儿媳，王夫人是二儿媳。可是贾府什么事都这个二儿媳说了算，所以邢夫人当然不满意了。再一个，王熙凤是什么人呢？王熙凤是这个贾赦的儿媳妇，说白了，王熙凤也得管邢夫人叫婆婆。不看我的脸，全且看老太太，竟放了他们吧。这是哪里的话？这不过是个理儿。就如我到你府上，有人得罪了我，你自然送来敬我。这又不知道是谁，过去没得现情儿，把这些也当做一回事来说啊！我让着你王夫人也倒罢了，我自个儿儿媳妇当这家，我婆婆跟儿媳妇根本比不了，我没什么话语权。不就你老王这俩女人，这姑侄俩根硬吗？我找机会把你们扳倒了。所以邢夫人也在找这个机会，找到什么机会了呢？这个《红楼梦》里头啊，贾府的这个衰落有个标志性事件，叫抄检大观园。怎么回事呢？有个丫鬟傻大姐在大观园里捡到一个东西，叫绣春囊，但上头绣着什么画呢？春宫图。这是哪得的？是我在山子石上捡的呀。你别告诉任何人去，这可不是好东西。皆因你素日是傻子，否则连你也要打死。我再也不敢了。说这东西是谁的呢？说谁把它弄出来呢？邢夫人猜，说这个一般的像宝玉他们呀，什么小丫鬟啥的都没机会接触这个，有可能谁的？那个贾琏好色，贾琏跟王熙凤嘛小夫妻嘛，有可能是这两口子。这个东西有伤教化，咱查吧，到底是谁的？要真能是他们俩的，王熙凤颜面扫地，他姑姑王夫人这也管教不严呐。你那侄女家里出这事儿了，借这机会我让你俩人威风扫地，我是不是就有上位机会了？所以邢夫人主动提出来不查。王夫人一看呢，跟我又没关系，查吧。而且问王熙凤怎么事，王熙凤说确实不是我的事，这一通狠查。
结果借这个事儿呢，不仅还王熙凤一个清白，王夫人借这机会还把贾府里跟自己不对付的，以这理由都给弄出去了。包括前面我们说的晴雯，就事实上这一场朝检大观园，邢夫人败下阵来，没弄过王夫人。但这也看出来呢，她时刻有一种想上位的心思，抓住机会我得搏一下，人生难得几回搏嘛，逮住机会我不能甘心自己这个命运。那同样的道理呢，这个贾珍的老婆尤氏也是这样。这个贾珍、贾蓉这爷俩顶不是东西。贾珍是贾赦的大儿子，这贾珍不是东西到什么样呢？他根本都不加掩饰。你把我簪子干什么？把它给我吧。哎，站住！这贾珍呢，跟儿媳妇有一腿，跟秦可卿好。到秦可卿死的时候，贾珍那哭的比自个儿妈死了哭的都厉害。这贾府上下谁都知道这个事儿，老公跟儿媳妇有一腿。作为他老婆尤氏，自己老公跟儿媳妇有一腿，不得气死啊！但尤氏忍了。你过来看看，这根簪子你可见过没有？啊，是我们奶奶的。你看清楚了？没错，一定是的。他知道自个儿地位不稳，这事儿真要是闹大了，这贾珍这不是东西的，抬腿就能把他踹了。所以尤氏忍了，不仅忍了，他这个娘家那边，他继母带过俩妹妹，就红楼二尤，尤二姐、尤三姐，尤氏的两个妹妹。这两个妹妹也跟贾珍、贾蓉这爷俩不清不楚的，他也认了。反我就惯着你，我看你能作到哪儿去。你外头越是这么着，你越觉得欠我的，我地位反而越稳。这咱们现在也不是没这事儿。你看有的男的在家里对媳妇儿，哎呦，这不寒问暖的，给你买个包啊，咱出去旅游去。说不准外头有人，他心里头亏。有的男的在家里头那个横啊，我天天给你挣钱啊，我天天这都累成这样了啊，我外头啥人没有，干干净净的，你还天天对我不好。往往在家里横，可能意味着人家真就干净。对媳妇儿好，不见得就外头没事儿，这是。所以这尤氏采用方法，我就惯着你。当然后来这一惯着，贾琏呢把尤二姐给包裹起来，最后弄得尤二姐被迫害致死，尤三姐呢还自杀了。你们东府里除了这两个石狮子干净，恐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了。我不做这圣王吧。既然已经定了，你怎么能反悔呢？等等，还你的定礼。所以这个悲剧啊，是跟他们这姐姐尤氏有直接关系。就她也是为了稳固自己地位，那什么人都可以牺牲，什么正义公理全不管。老梁故事会《红楼梦》豪门喜难当。老梁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。当然这些人这日子过的呢，没有王熙凤滋润，但是王熙凤可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说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这个人不是一味玩心眼的人，王熙凤心眼是不少，但是王熙凤是一个特有能力的人，贾府的第一能人。你要讲这个管理贾府，如果没有王熙凤，贾府可能早垮台个5年10年的。放屁！你去找银库总管吴新登，就说管谁吩咐过的，先治了这一项。是，二奶奶跟着老爷去的钱华回来了，说是任上又缺了钱用，老爷打发他回来取，这事儿不归我管。瞧奶奶说的，咱们这家里家外的事儿，哪样不是奶奶操心管着？因为王熙凤管家真有一套，你搁现在来看，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，很多东西王熙凤那时候就开始执行。你像这个，咱们前面说秦可卿死了，这是宁国府一个大事儿，得办丧事儿。可办丧事儿呢，宁国府能主事的人不行，这邢夫人本身呢没啥能耐。说这贾珍你主持吧，贾珍哭的比自己妈死了都难受啊！秦可卿儿媳妇你怎么死了？我想你想的不行，他也不怕丢人寒碜。所以这个时候贾母看不像话了，干脆吧，王熙凤你能耐大，你过去给办这棚白事去，就主持这个葬礼。王熙凤就过去了。谁管什么地方？
那个地方所有的桌椅、古董，一直到胆埛、弹盒，一草一苗，或丢或坏，就像守这个地方的算账照原样赔。赌钱吃酒的，打架拌嘴的，立刻来回我。是。过去之后呢，这宁国府人不怎么认他，王熙凤扬刀立威，就先抓个典型，召集仆人在一块开会。有一个仆人迟到了，王熙凤说：“那对不起了，你罪过不大，但是我头一天我得拿你记旗，给我拉下去打20大板。谁管这仆人？那管家罚1个月月钱，1月工资给你扣了。这叫什么呢？我不直接管最底层的，我管中层干部。现在企业管理制度叫什么？谁主管谁负责，责任分得特别清。就王熙凤管家确实有一套。素日跟我的人都知道，无论大小事，我都是有一定的时辰。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。卯正2刻我过来点卯，4时吃早饭。凡有领牌回事的，只在午初刻。虚时烧过黄昏纸，我亲自到各处查一遍，回来上夜的交钥匙。第2天，我仍是卯正2刻过来。所以就说像王熙凤这样，为什么在贾府有那么大话语权？除了她聪明，她也有一些手段以外，很主要她有威信。就你离了我王熙凤，你换个人谁试试？我业务能力在这摆着呢。所以这也是在贾府里边做媳妇儿的一种生存之道。我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说，那你这么说，贾府也没好人了啊？要想当好这媳妇儿，那就得阴谋诡计。也不是，就要想自己吃饱这碗饭呢，生存的好一点，也有别的一些手段。你像咱们说这个贾宝玉他嫂子李纨，贾宝玉有一个早夭的哥哥叫贾珠，然后留下个寡妇，带着自个儿孩子就贾兰，这贾宝玉的亲侄子。这个李纨呢和别人不太一样，他没有那意思我要跟你们争风吃醋啊啥的，人自个儿老头都死了是吧？带好孩子，将来孩子有功名利禄，这辈子就不算白活。李纨本来是心如死灰一个人，啥也不争的，可是进了大观园之后呢，激发了他爱好。李纨的文学水平很高，就是诗词歌赋无一不精。他这方面的水平那只在黛玉、宝钗之上，不在他俩之下。所以这李纨呢，在稻香村自己家这儿呢，成立个诗社，青年男女都来活动来。这个事儿呢，不招灾不惹祸，我碍不着谁，我也不争风吃醋，不争权利，我们自个儿在一块玩玩，你能碍得着吗？在青年男女里很得人望。你像黛玉啊，你像宝钗，你看他们互相不怎么对付，但是跟李纨关系都不错。可是成立这诗社，成立诗社了，得有活动经费呀。没钱不行，你搞活动摆桌酒啊，弄点笔墨纸砚呢，你得有经费。向谁要呢？大管家王熙凤。李纨你看平常不出头，这时候主动找王熙凤。我们那儿搞那个文艺活动啊，文化活动都是增强贾府的软实力啊。这个缺钱，你得从你那个经费里给我们拨出点赞助来。王熙凤乐了，说嫂子你孤儿寡母，我们知你挺难，每月的钱也没少给你，你怎么这点场面支不开呢？李纨平常是一个对谁都很和善的人，突然这时候伶牙俐齿。你们听听，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，说了2车无赖泥腿世俗，专会打细算盘分金拨两的话出来。这东西亏他出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，要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，做个小子丫头还不定怎么贪嘴贫舌的呢。天下人呐都被你算计了去，昨儿还打平儿呢，亏你伸得出手来。把王熙凤当时给唬着啊，可也是啊，我拿钱。你看从王熙凤这个壶嘴里边抠出来钱办这活动。所以李纨的想法是啥？我不跟你们争那些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一个文艺女青年，将来等我儿子一点点当官的干嘛的有钱了，我这日子就好了。可是呢，咱说贾府是非之地，最后李纨怎么样呢？他与世无争，但到最后由于儿子贾兰死了，他也气绝身亡，到底没能逃出去。所以我今天给大伙儿呢结合《红楼梦》呢，说说这豪门贵族里头这些事儿啊，其实是告诉大家，这个豪门贵族啊，跟我们平常人家差不多。寒门穷人家追求物质过程当中，这些精神上的东西暂时考虑不到的。
那么贵族家庭呢，一时不愁了，所以这些家长里短呢，情感上的摩擦的东西就容易出来。所以这个道理就是啥？无论是穷人家、富人家，无论是寒门还是贵族还是豪门，遇到的问题全是一样的。只要是人，他就有这矛盾。你也别渴望说我这家里穷点就没这事儿，他家是富为富不仁，准有这些事儿。或者说我家穷吵恶斗的，人家有钱和谐社会，不见得。只要是人家，全是这些东西。所以那句老话说的最对，顺成人，逆成仙，都在其中颠倒颠。